107。怎么这么甜啊？我来之前知道他们家贵，但没想到这么贵，感觉一个来都来了嘛，学习一下，我改天给你们表演一个。这就是我奶奶给我煮面的味道。温馨提示啊，非江浙地区的人不要尝试，等你吃不下给我吃。先去的这家店是我之前在微博上推荐过很多次，我每次来苏州都要吃的一家店。荞面滚，2碗，加了个鸭蛋，排骨来一份107。我们2碗顶配的，107块钱。他们的蛋是煎的这种流心的，就问你们馋不馋？哇，猪肝还挺嫩的。这猪肝看着好像很干的样子，但实际上它很嫩。给大家介绍一下苏州面和杭帮面的最大差别，它的面是这样细细的，很硬的，煮到里面有白心的状态。杭州的浇头要和这个面一起再煮一下的，这边不是，这边是面煮完之后把冷的浇头直接盖到这个面上。我们那边也是放蒜苗，不放葱花啊。温馨提示啊，非江浙地区的人不要尝试，这个面很甜，很甜，很甜。这个是红烧的小肠，还有小排，还有肉丝、青椒。我特别喜欢吃青椒肉丝，因为它这个青椒特有的那种香味。平均这样一份50多块钱，你们觉得划算吗？我已经吃完了，我来等你，等你吃不下给我吃，好吃吗？好吃，你看我吃精光了，对啊，没留给你。对啊，我都没留到。那我们就吃这个吧。我来之前知道他们家贵，但没想到这么贵，怪不得他们来吃完之后要说这什么三虾面，这不就是清炒虾仁面吗？三虾指的是哪三虾？把那些爆软的虾里面的籽弄出来，然后把它炒干炒香，然后这是虾脑，这是虾仁，这就是三虾面。先不放姜丝炒一下，因为我其实不太爱吃姜丝。香是很香的，就是你能闻到很明显的那种虾籽，还有那种虾油的香味。这是一碗好吃的面。江苏这边比较喜欢吃小河虾，这个虾仁特别嫩，会不会觉得虾仁太嫩了？我感觉姜的太过了。这个跟我想象中不一样，我以为它会比较红哦，结果它并没有很重的酱油味道。这是蹄筋，但是这是我喜欢吃的面，吃这个价格让我觉得哎，消费不起。接下来去吃一家稍微便宜一点的，都是当地的老太太们穿着睡衣来吃的，应该正宗吧。真的好便宜啊！排骨面12，炒肉面10块，榨菜肉丝面9块，雪菜面9块。现炒饺头，饺子写错了，浇头写成饺头。这碗就是苏州人民早餐的正常消费水平啊，10块10块。我点的是硬面，都感觉像没煮熟一样，汤上面要飘一层这种猪油啊，这种猪油超级香，鲜甜的，很浓的猪油香，这就是我奶奶给我煮面的味道。这种是脱水过的干面再煮，所以它很容易煮得很硬，因为里面没有吸水嘛。而北方的面大多都是现拉的、现做的，它的面里面也是有水分的，所以它是比较韧的，这样完全不脱口感。这个就是硬脆。这个是他们店的特色浇头啊，炒肉面，有木耳，有笋丁。如果你是非江浙沪人士，我不建议你们来尝试这个面，因为这面好甜，这个炒肉都是甜的，懂吗？好吃吗？这么甜，我没有想象到的甜，怎么这么甜啊？吃得惯吗？能吃，但是可能吃不了太多，因为太甜了，吃多了会齁。给你吧，我觉得可能真的只有江浙沪的人能适应。它确实好甜，但这个甜对我来说是正常的。洒水啦。他们说一定要到这里来吃一次分正大肉面。这个是捞面能记一辈子的东西，学习一下，我改天给你们表演一个。而且别说这个店挺别致的，下面是小桥流水，这样一下我就觉得哎还值，挺好。这个面量是我要求煮的1两面，这个汤还是很清的，鱼骨、鳝骨熬出来的，把这个肉要焖到这个面里面。就如果你是北方来的朋友，我强烈建议大家尝试一下白汤，它没有放很多的糖，有点糟卤香，这汤好鲜好香。啊，这个不甜对吧？对，这个是鲜的。对，然后这个汤很好喝，点宽汤。我觉得这个好吃。他是江西人，我是江苏人，我觉得这2种都好吃，但他会觉得白汤更好吃。如果你是外地来的游客，推荐大家从白汤面开始。瞧瞧这大肉，这大肉上面还带了脆骨，
为什么有股卤鸭味？非常非常烂了已经，从入味。焖肉的卤味是很重的，明显的感觉到有一股卤汤的味道，很香。哇，这个肥肉的部分一抿就掉了，懂了吗？超级烂。这碗的价格是34，略贵，但是考虑到这已经在景区了，所以还行吧。来旅游了，讲究一个来都来了嘛，是吧？不走。朱红心啊，这家店感觉也都是当地的大爷大妈。他们这个服务员特别实在，我问他们有没有什么特色，然后他就给我介绍了蟹黄面、三虾面，然后他说都比较贵。然后他也介绍了说当地人来吃的比较多的有猪肝面、净素面、鲍鱼面，我们点了一个猪肝面。它比我们平常吃的猪肝要厚好多，但它还挺嫩的，它外面裹了一层有点像糊一样的，然后炸了一下，甜甜的，很脆，里面很嫩。好好吃啊！是吧？我就说是你喜欢的那种。好好吃，这个脆壳好神奇啊！它这个感觉就有点像是现做的熏鱼的感觉。如果大家点这个猪肝的话，一定要尽快吃。猪肝刚端下来的时候，我吃的时候里面还是觉得很嫩的，现在放了一会儿，我再吃我就觉得里面变老了，变硬了，热量又进到那个里面去了，你懂我意思吧？汤色要比较清，也不是很甜啊，但是这个汤我觉得没有我们刚才吃的那家汤鲜，这个比较重酱油的味道。你看这个浇头粘稠程度，你就知道它有多甜了，熬得起焦了的感觉，这种我最喜欢了。天气现在晒太阳太爽了，我也想晒太阳。啊，这隔着顶水喝是吧？哇，要把它渴坏了。它会拜拜。要把我渴坏了啊！农特产品自产自销，你自己种的东西在这里摆摊卖是吧？嗯，就像我们家旁边有很多老太卖自己种的菜。那这个它有个地方专门卖，感觉也挺好的。是的，搞得挺干净，先进文明城市啊，有点东西的。陆正兴，1点多了啊，这么多人。大排熏鱼是吧？一个大排，一个鲍鱼，还有一个面，面才2块钱，我们去别的地方才8块。我只要1两面，汤多一点，是重青啊。我感觉一般呐。还有一片鲍鱼，这鲍鱼倒挺大的。我觉得这个汤比朱红鲜好喝，更鲜一点。对，大排面我是最有发言权的，因为我巨爱吃大排面。肉松过，但是本身调味一般，算是比较嫩的。它外面裹的这个面衣也不是特别厚，卤味好重啊，就很浓重的香料味，而且这个浇头没有像朱红心那个猪肝那么有精炼感。看鱼，这个鱼好吃。鲍鱼它外面是过油的，所以它外面是有一层酥的这个皮的，但这个皮在汤里面泡了之后就很吸汤，所以它这个味道是很浓郁的，舒服。中规中矩吧，不差不贵。如果你单吃一个大排面才12块钱，还是很划算的。但是在这样便宜的店里面，三虾面也是128块钱，所以三虾面它本身就是卖的很贵的面，不是第一家面贵啊，是我太大惊小怪了，我没见过世面。我虽然是江苏省常州市金坛区的人，我们没有进过大城市，向第一家店道歉啊。最后一家，实在吃不动了，吃完这家不吃了。哇，好香啊！好香啊，什么味道香啊？一个卤鸭爆蒜面，少油重青。左边那个是猪油酱油汤，这边是高汤糕，应该是再加上面汤，1两杯汤我的。巴赞卤鸭。好，谢谢你。奥面馆，奥就是奥灶的意思。奥灶在我们那边的话里面是有点脏的意思，不干净的意思。在苏州话里面应该也是差不多的，就可能是这个面它早期是那种路边的小摊嘛，然后就看着比较不干净，也有可能就是他们熬汤的过程是用青鱼的骨头啊、鳞片啊这些煎完之后再煮的，所以就看起来有点邋遢嘛。好咸呐！这个是鸭汤，他们说红汤一般是用鱼骨熬的，白汤一般是用鸭骨熬的。卤鸭有点像盐水鸭，面还行，但是这汤真的好咸，为啥这么咸啊？这是黄鳝啊，蛮大块的，过了油，炸的比较干，就是炸成一丝一丝的感觉了，调味很甜，我也觉得一般。这家是每个人都推荐的吗？嗯，那只能说不符合我的口味，我觉得一般。我们来点评一下
汤的话，哪一家比较好吃？同德兴嘛，丰正大肉那个汤，对他家是最鲜的。对他们家汤是最鲜的。然后浇头的话，你最喜欢那个？最喜欢那朱红心的猪肝。我觉得从性价比啊、味道啊什么的，我比较推荐相城区的那个黄桥面馆，真的就是当地人吃的那种，就是苍蝇馆子的感觉。然后我们后面去的这几家都是老店、知名品牌，然后排队很多人很多的。但是刚才这家环境也不好。对，环境也不好，然后位置很少。其实我们今天本来还要去什么美味斋啊、吴胜兴啊，还做了蛮多功课，但是我们时间有点来不及，我们就不吃了。但是话还是要说回来啊。个人有个人的口味，今天这个视频只能代表我和我媳妇儿的看法，只能说是这一个店里面的这一个浇头、这一个汤的感觉，就不能够代表这个店整个的水平，好吧？